昨晚我查看了一下各分系统的详细设计报告和图纸，赵博，平地行驶电流和爬坡行驶电流差多少？5倍吧。问题应该是在这儿，所以现在最怀疑的是电磁干扰的问题。这是一条电机的供电线，假设供电电流是 I， 这是电机霍尔传感器的回线，这两根线之间的距离，在设计建造规范中是1.6毫米。我们的设计刚好是1.6毫米，没有任何的余量。当电机的电流超过设定值时，不能排除电机霍尔传感器会受到干扰。的确不能排除这个可能。那咱们怎么复现一下？可以通过车轮加载试验来验证这个问题。上坡指令已发送，请观察波形及遥测信号。车轮行进速度不稳定，同时电机霍尔传感器出现异常毛刺。现在电机是 PWM 控制状态，展波频率90几十 K。刚才看了一下，挂砝码时电流能达到1安多。电机霍尔传感器和电机的3象限的确离得太近了，所以会把电机霍尔传感器干扰出这么多毛刺。那下一步就是把信号线和电机线分2个方向走。上坡指令已发送，请观察波形及遥测信号。车轮正常，电机霍尔传感器波形正常。就是它了，准备上坡测试。上坡指令已发送，请观察遥测信号。车轮行驶方向正常。看来找对原因了，大家辛苦啊，多试几次，确保没问题。好嘞。张工，早点下班吧。啊，不是你女朋友生日吗？行，大家辛苦啊，我明天多加会儿啊。这次问题虽然不大，但处理的沉着冷静、高效，是一个优秀的苗子。还可以吧，还需要磨练。赶紧看！张远，不错。同志们，这次我们的巡视器是和北京合作研发的，发现问题要和北京及时沟通透彻。下个月就要进行外场试验了。本来是由关在带队，但他现在去不了。这段时间，于陀，你把他们的工作先接一部分过来。还有1号预演工作，你先抓起来。后续工作怎么安排，我们再考虑一下。明白。于陀，你过来。关在下个月都回不来，他到底什么情况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主要是关在不希望大家为他担心，但这事儿早晚得说。他后天手术。手术？哎，小沈啊，张远，坐。不坐。哎，坐吧。
坐吧，坐吧。王医生，放心吧，手术很成功。谢谢，谢谢。不用谢，这个是我们的工作。那他什么时候能出来？要等麻醉效力过了以后，等病人苏醒了就可以出来了。病人家属啊，最好2天以后再来看，让病人得到充分的休息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我们等见到人就回去了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大夫。我去给他来点水。关仔，哥，工况12号第6次试验完成。可以了，今天就到这儿。今天怎么都没说几句话？心情不好。因为老关。我们先把自己手头的事情做好，别让他生着病还挂着心。你说老关这一病，这1号预言技术的负责人会不会换人啊？来了，郭哥刚睡。醒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关注呢？买东西去了。喝点水吧。来一口就够了。那天我看你跟胡所长、袁氏一起来的，你是不是已经回所里上班了？不离职了？不了。是为了我吗？
脸别这么大。哦，对了，我电脑里关于1号的修改方案你看了吗？有什么想法？去西安前，你就把方案发给我了。这么肯定我会回来？你要是不回来，我就当是芳心错付了呗。看了，有几处修改是可行的，不影响整体。不过原来我们有很多被认为好高骛远的地方，我想证明是可实现的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其实你是最固执的那一个，我支持你。但我现在生病了，情况不好说。技术负责人我是做不了了。你现在要资历不足，也担当不了。我考虑过，最有可能接受你工作的是童博。童博人好，专业水平高。就这个事儿，我跟他交流过。这儿没别人，我说的直接一点。我觉得他的思路过于保守，缺乏前瞻性。几年以后做出来，在国际上可能不具优势。我和大梦还有小胡都讨论过，大家更想坚持现在的方案。我们几个呢，资历比较浅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请老师挂帅。不过这个方案肯定要真正的得到他的认可。童博这边呢，型号发射还有1个多月，等把卫星移交给西安测控，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。我们在这段时间里会再次迭代，争取说服老师。行啊，你才回来几天呀？方方面面想得这么周到，尽力争取，服从安排。少喊口号啊！给1号取个名字吧。取名没必要吧？别老1号1号了，你取一个。我取。你取。在茫茫宇宙中，寻找地球和人类起源的真相。在无穷无尽中，寻找另一神迹存在的可能性。证明人类不孤单，是他的使命。就叫搜神吧。好，1号医院少来，1号不，搜神号还有其他的工作，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。你们平时也是这么配合的吧？他打中粮，你打守约。其实不是的，他是任何位置都能打，任何英雄都可以，所以一直都是他在教我。
这大晚上的把我约出来，又是为了于途啊？哎呀，群里的视频我看过了，我们大学几个闺蜜一聚会，你哪次不是旁敲侧击的把话题引到于途身上说几句啊？是吗？你说他幼稚、自私、理想主义者，你从来都不后悔跟他分手，有那么意难平吗？我说错了吗？他不自私，放弃几倍的高薪去做什么航天梦？那会儿如果不分手，我们还在一起，难道要我一个人来养家啊？现在房子什么价格？北京什么开销？孩子好的教育一年要多少钱？这些都推给另一半承担，凭什么呀？人各有志，而且最主要的是呢，你跟于途，你俩都属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一旦遇到矛盾，绝对不会为对方妥协。分了挺干净。哎，你俩都分了这么多年了，你又不是没谈过恋爱，心心念念的还去管别人的新恋情，人家跟你分手了，还得给你守身如玉啊。他当然能谈了，只是不能跟乔晶晶。下面我们欢迎全国数学竞赛的金牌获得者高3、5班的于途同学上台发言，有请。我可听说，小青青很喜欢他。你说好像什么大新闻似的，喜欢于途的女生不多了去了。你说于途会不会喜欢乔青青啊？她长得那么漂亮。我觉得应该会吧。所以，你很介意他？大可不必。他高中的时候成绩一般，还向于途表白过，被于途拒绝了。于途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他。现在，我只能说名利是个好东西。我要去趟上海。喂，于途，夏晴来上海了，说要补上次那顿，请大家吃饭，让我喊你。今晚或者明晚都行。我没时间，帮我推了吧。那行，我就问问你，你不去也好，免得取名那个贱人又犯贱。于途，乔小姐是谁啊？当然是金靖。自从你上班之后啊，
早出晚归的，见你一面，比10连胜还难。严谨一点，单排10连胜。你厉害。哎呀，你也不带我玩了，游戏也不上了。夏晴来上海约我喝酒，什么意思？你明白吧？心里有点数吧？明天周末了，你要是有空的话，没时间，也没必要。行吧。少吃点啊。于途挺忙的，你知道他们航天吗？加班是家常便饭，真没时间去市区。他这荒郊野外的，来回得3小时。你把他单位地址给我一下。哇塞，势在必得呀！翟亮说你在加班，有空喝杯茶吗？关于外场的安排啊，就说到这里。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好，那就散会。今天是个周末，大家还是回去早点休息吧。啊。我在你单位旁边的咖啡馆等你。8点钟下班，特别能吃苦，特别能加班。走啊，一起出去吃火锅去。你们吃，我有事儿。我先走了。小姐，需要给你加点水吗？不用了。好。于途，我上次说的你都想清楚了吗？如果你一点都不为我们的将来着想，我们不如分手吧。好，我没意见。我能赢1次，我就能赢第2次。一起打个游戏而已，算什么？有必要吗？这么多人追你，你要吃回头草啊？而且于途现在还是在那个研究所，还是赚这点钱，你现在就不介意啦？我现在也不在乎他赚多少钱。博士学历，研究所的工作，起码社会地位不错。还有，意难平，我就是意难平。你工作的地方离市区真够远的。翟亮说你手机经常没信号，果然是这样。你们这是保密措施啊？
手机不能带进实验室吗？你找我什么事？我等了你2个小时，难道几句话把话说完就走啊？你吃晚饭了吗？要不给你点点东西？吃过了。先生，您看一下需要点什么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好。我跟翟亮又做了很久，听说你又回研究所了。对。他其实挺担心你的，说你状态不太好，但又不好多问，是投行那边出什么问题了吗？没什么问题，我比较适合研究所。人的想法果然是会变的。其实我现在也觉得，你做事专注，的确适合在研究所。昨天我们聚会还在讨论，我还开玩笑说，你的智商确实是应该为科学做奋斗去。以前因为这个还跟你争论，真是太年轻了，总觉得自己才是对的。对了，你怎么会跟乔晶晶一起玩游戏啊？昨天聚会大家还讨论这个，还怪我们没有说乔晶晶是我们高中同学。这我们怎么说呀？一直也跟她不熟，你们还一块喝过酒啊？我想来想去，也不太可能啊。所以等他们一走，就过来跟你证实一下。没想到果然是他。我和他是高中同学，有联系不奇怪。也是。不过他从来没有在班级群里，我还以为他并不喜欢跟以前同学玩呢。说起来，我们班级最成功的应该就是他了吧？反倒我们没什么大出息，出了社会，成绩再好有什么用啊？还是要靠情商的。他是重点大学毕业的。是吗？念书的时候没怎么关注过，不过我确实挺佩服他的。娱乐圈这么复杂的地方，龙蛇混杂，他能混得这么好，这么红，肯定付出了很多吧？夏晴，我想，我该跟你说声抱歉。当年我答应的太轻率，只考虑到你足够独立，却没有想过自己要付出什么。事实证明，我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幸好你一向聪明，及时止损。这就是你的风度啊！我们很久没联系了，你何必呢？怪不得你要回研究所，毕竟不用再为身外之物担心了。祝你牢牢把握住。
我把你单位地址告诉夏晴了，没关系吧？没关系。主要是，我觉得他这次有点太执着了。他以后应该不会再找我了。狼心如铁呀！昨天忘记提醒你，你没和他们提起晶晶和我们打游戏的事吧？当然不会啊！你之前嘱咐过我，我就当不认识棉花，更不会提他之前打的有多烂。我说，你心里还是……其实棉花这姑娘挺可爱的，活泼又卖萌的，跟小姑娘似的。虽然你们俩是高中同学吧，但是这距离确实有点远。哎，我不是那个说高攀不起那意思啊，我就是觉得咱们俩陪他快打了2个月的游戏，他连招呼都不打，人就不见了。嗨，大明星不好接近呗。游戏里他没再上过吗？我看了之前的记录，一直停留在你们比赛那天，最后2场战绩有点牛啊。他给了我2张门票，让我和你一起去，我没喊你。什么？给我票？票就在书架上。翟亮，是我惹他生气了，他才不出现。你别误会他。西安的新年好有气氛啊！你看，多漂亮。明天重庆还有一场路演，后天元旦电影正式上映，我们飞北京参加首映式，之后还有2场路演是在武汉和南京。哎，南京离上海近，要不要顺道回去休息一下？之后再忙起来就再没有时间回去了。你们之后都有什么工作安排啊？几个采访，还有杂志拍摄，还有一个广告拍摄。春节前平台还有几个颁奖典礼都要去一下，但是都在北京。那就不回上海了，直接飞北京吧。行。大年初1的春节晚会，时间可以，那我们去一下吧。哎，离岛的电影进组时间定了吗？年初5唯独试拍，然后初8正式拍。那有些工作能在进组之前做掉呢，全都先安排掉吧。我不想进组以后老请假。行。啊，对了，4月份有个活动，我觉得你应该感兴趣。什么？4月24号是航天日，应该是你之前发了航天民用的那个净化器，主办方邀请你参加他们的晚会。
了之后啊，你再回来，就没有热情如火的我迎接你了。别想我啊！马上我要出差1个月，没时间想你。能不能给点面子？虽然我不知道你跟棉花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你是谁啊？你是咱们屠神呐！你不应该现在这样啊！走吧，我送你。辛苦你们了，谢谢，拜拜。那个航天晚会怎么样？我得答复人家了。去啊，为什么不去啊？这是我的荣幸嘛。行，那我就答应人家了啊。我觉得这事儿挺好的，对形象挺正面。再说，说不定还能碰到于老师呢啊。于老师那么优秀，也许当个嘉宾什么的。说不定。哎，上次庆功会于老师就没来，回头你有空了，请于老师吃个饭啊。再说吧。箱子这儿，晚安，早点睡觉啊。晚安，晚安。时光回眸，又跟往事邂逅，落笔心头，是欠你的问候，试着拼凑我想念的缘由，是某个记忆里你的眼眸，人海路口，你孤单了多久？星空宇宙，我习惯了漂流，两个世界在交汇的入口，我可不可以紧握你的手？今天能否约定，一字一句说给你听，想回答的问题，是茫茫人海转身回到熟悉的场景，是我在为你而充实的光阴。今天能否感应，这满天星辰都证明，我想找回是你，那守在梦的起点，为我刻下的记忆，是你的勇气让我想要珍惜。
妈，哎呦，于途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哎呦，老爷，那快儿子回来了！哎呦，爸，哎，不是10月份刚回来，怎么又回来了？马上出差1个月，不知道那边信号好不好，回家看看啊。哎呀，那今年过年晚会不会回不来啊？能回来。能回来就好。嘿，那就好，我去买点蔬菜。买什么蔬菜？儿子回来了，要吃新鲜的，捡他爱吃的买。虾呀、鱼呀，哎，还有鸡，都买回来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赶紧。哎呀妈，看看，哎，怎么又瘦了？是不是没好吃饭？吃挺好的。这小子。来了。土豆丝，哎，喝点酸奶啊！现在年轻人都爱喝这个，帮助消化。来，谢妈。爸，妈最近身体还好吧？啊，挺好的。就是上回有点受了惊吓了，不过也有好处啊。现在更懂得养生了，少盐、少油、少糖。我没办法，只能偷偷到外面买些猪头肉，稍微补一补。你哪来的私房钱？几十年的底蕴，当然没问题了。哎呦，藏了几十年私房钱呢！儿子回来，我在他面前吹个牛，你不要当真。你少来这套，来，出来，来。我在洗碗。儿子不会洗啊？妈，我会。爸出来了。于途，你教我数学吧，我请你吃香酥鸡。于途啊，哎，吃点水果。哎，这不是高中的书吗？怎么现在想起来看这个了？没什么。怎么高中的书还在啊？哎呦，那肯定是收拾的时候落下了，这么多呀！妈，我最早那台电脑呢？哎，我想你肯定不会用了，我放到楼下那个小仓库里了。这个电脑都这么旧了，怎么今天想起来把它搬出来了？上次啊换电视的时候，我就应该让那些人把它搬走，放着也占地方，不过也卖不了几个钱啊。妈，还是留着吧。行，留着。这么快就通过了？我说点什么呀？你好。你好。我在航天论坛的帖子上看见你的 QQ 号，所以加了你。嫦娥1号那个？看见你们讨论太有意思了。
你觉得我们真的可以登上月球吗？时间和意愿问题。我以后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些问题啊？其实我是初学者，只是刚开始有兴趣。可以。谢谢。有个问题，探测器要多大的速度才能脱离地球引力啊？这个问题你可以百度。哦，好的。完了，他已经知道我什么都不懂了。我弄明白了，不过好像去月球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月球是地球的卫星。Hello， 上次说有问题可以问你还算数吗？我看到你们在论坛上讨论中美航天技术的差距，我们和他们真的距离那么大吗？又不回我。在吗？难道把我删了吗？什么时候才能主动和我说话呀？群里讨论的好热闹啊！你觉得人类真的能移民到火星吗？哎，来了个新人，好像是的，还是个姑娘。大家好。哎呦，真的是妹子，是谁的朋友拉进来的吗？不是的，我在航天论坛上看见群号进来的。妹子，你几岁了？每句话都要带表情符号。17岁。这么小，还在念高中吧？嗯。现在高中生很厉害呀，我们群里也有个高中生，知识储备十分强大。啊，他这么厉害吗？我什么都不懂，就是有点好奇。没事，都欢迎。最近他不怎么来了，等他来了，介绍你们认识。星辰，你出现了。下午你错过了你的同龄人。我在的，但是你们说的好专业，我不敢说话。不过他真的好厉害，懂得好多啊。群里有大哥可以帮忙吗？有道物理题做不出来。哇，原来是这么做的，谢谢鱼头大哥，你太厉害了。鱼头大哥，昨天你的解法老师说是错的。以后我不能来玩了。怎么了？父母不让？不是，我要好好念书了，等我考上目标的大学再来找你们玩。哎，你的目标是哪个？清华。哎呀，可以啊！人不可貌相啊，妹子，志气不小。其实我没什么大志向，但是我最近更喜欢的人表白了，他好像嫌弃我成绩不好，所以想跟他考同一个大学，说不定他就会喜欢我了。哎呀，男人不看这个。占星，你是不是不够漂亮？很漂亮的。低调。哦。反正我想来想去，我就成绩不够好这个缺点吧，所以打算努力一把。但是其实我成绩也是全市200名左右，但是他每次都是全市第一。可以的，这差距很大呀。我觉得我可以再努力一下。如果我也能考上清华，那我就是娱乐圈当中学历最牛的演员之一。你的粉丝如果知道你为了他们想考清华，应该会很开心吧？才不是因为。你高考报了金融专业，我还挺奇怪的。我一直记得你的理想是星辰大海。我打算放弃星辰大海了。
你之前说你要放弃，为什么？是因为家里人吗？可是我记得你舅舅也是搞航天的，你父母为什么会反对啊？因为你数学物理一直都满分啊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这个同学大概以后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科学家，我会为他感到荣耀的。我只是想帮你说话，我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你继续做一个航天设计师。为什么？我再也不会问你为什么了。老于，你爸也就是爱墨迹。老于，你快一点！哎，出来遛弯，你拿个保温杯干什么？老张刚给我打电话，约我打牌。打牌就知道打牌，儿子都回来了，还有心思打牌？我已经陪了他好几个小时了呀。那行，9点以前必须回来啊！一定好好照顾你妈。是，就知道打牌。儿子回来啦！是，中午刚到。你们家于途真是越来越帅了。有女朋友了吗？工作太忙没顾上。再忙嘛，终身大事不能耽误的呀。在外地工作啊，就是这点不好，家长管不到。要是在本地工作嘛，孩子都可以上学了。就是啊。回头我看看有没有上海的，帮你介绍啊。你别忘了啊。哎，再见。快走！哎呀，这个阿姨就爱操心。跟妈说说啊，下午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上次回家前，我跟单位提了离职，但是现在还是回去了。妈一直觉得啊，你最像你舅舅，你从小就崇拜他。老跟小伙伴们吹牛，说我舅舅啊是发射火箭的。我们兄弟姐妹里呢，你舅舅是最聪明的，但是却也最辛苦，一个人在大西北根本就顾不上家。哎，有一回啊，你外公生病，差点没过去，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他。哎呀，当时啊，通信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。后来好不容易把你外公救过来了，联系上你舅舅了，我们想让他回来，可他却支支吾吾半天。说了个不行，他说呀，既然外公已经没事了，他现在的任务很重要，得完成任务才能回来。结果呢，1个月以后他才回来了。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啊，都生他的气，冷着他。当时，有个表姨娘过来探病，指着他的鼻子就骂呀，骂他不孝。你舅舅就这么听着，一句话都没说。那个时候你还小，你突然就说。姨婆，表舅是不是在美国工作呢？你姨婆最爱听这个，她说：“对，于途啊，你也要好好学习，将来也去美国。”结果你说：“哎，姨婆，那表舅在美国这么多年不回来看你，你怎么不骂他不孝呢？”哎呀，当时我就在想啊，你说同样是不能陪在父母身边，这在国外的呢就被人羡慕。在国内大西北默默奉献的，就被别人说不值，还说不孝顺，这什么道理？哎，我们在场那么多大人都没想明白，还不如你个10岁的孩子。我从小聪明，那是，我儿子嘛啊！哎呀，儿子啊，这人生的道理啊，都懂，就是到自己身上呢就犯糊涂。哎。其实妈这一辈子，最后悔的事儿，就是你高考的那个时候，非得逼着你报金融专业。哎，你说我当时怎么想的呢？我就想着，
我儿子分那么高，必须得考一个最热门的专业，不然那么多分就浪费了。后来呀，妈知道你偷偷的学了2个专业，可后悔了。你说因为我白白费了多少努力，都怪我。儿子啊，跟妈说实话，你打算离职，是不是因为上次妈生病了？妈，傻儿子，你又想多了。你以后做什么事儿啊，不用总想着我们怎么样，管好自己就好，啊。儿子，妈真的为你骄傲，你已经做得够棒了。我跟你爸呀，都被别人羡慕死了。答应妈，真的没必要什么事都做到最好，啊。儿子，终身大事也得考虑考虑了。不然那家阿姨总追着我问，说你家于途什么时候结婚呢？哎，这条件不要太高，不用长得太漂亮，最好会照顾人。妈，我大概喜欢反过来的。抱歉啊，飞机晚点了，我已经下飞机了。好，我马上到。你好，我是158的于途。你好。哎，你们院的那辆车已经满了，你们不是一起来的吗？我从别处飞过来的。那你坐最后那辆车吧，再等几个中科院同事到了就可以走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们中科院的，你呢？周公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们通过电话会议。我是158于途。我听以前参加过外场实验队的人说啊，这基地的伙食特别好，还专门请了这个拉面师傅。我听完之后啊，我就一直期待到现在。你怎么一天到晚净想着吃？北方人嘛，不就爱吃面食这一口吗？哎，于哥，你是南方人吧？你会不会吃不惯？哦，不会，能吃饱就行。于公长得帅，一开口的确就是咱们。The fakeness,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.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. I got facts over tracks, this and that. Spitting slow, spitting fast. I could roast, I could gas. Think I'm okay at last, but I don'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. And the pettiness,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. Hilarious, you think you're worth my time, you're delirious. Mysterious,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. Inferior, you know I'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. Get off of me, this ain't no humble brag.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, you can say them back.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,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, it was built to last, yeah. Now that I've been put through hell, I never got anyone's help.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
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've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